11月15日恰逢农历10月15，是下元节，这是道教三元节之一，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消灾解厄、祈福改运的日子之一。这个节日专门祭祀水官大帝，象征着祈求平安和财运的重大机遇。属马的朋友们应特别重视这一天，因为在今年的运势中，生肖马面临的挑战和波动较多，尤其是在财运和人际方面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下元节这一天，通过虔诚的祈福和祭拜，生肖马可以借助水官大帝的庇佑来改运旺财、消灾解厄，为现在和来年的顺遂积累福气。若错过这一良机，可能会导致明年运势更加波动，甚至出现破财或招祸等不顺。因此，下元节对于属马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运节点，需要格外重视。生肖马在2024年整体运势有波动，特别是在财运方面可能会出现起伏不定的情况。尽管生肖马的朋友们一向具有冒险精神和勇敢的个性，但在今年，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财务问题，或因冲动投资导致的破财情况。下元节作为水官大帝的圣诞日，正是改善财运、补充财库的好时机。水官大帝掌管水和财富的流动，象征着生生不息的财运和丰盈的财富。在这一天，生肖马可以通过祭拜水官大帝，祈求财运的增加和财库的充盈，以确保来年财运的稳定。祭拜水官大帝的过程可以准备一些象征财富的贡品，如金元宝、小银币、水果等，代表着对水官大帝的敬意和财运的期待。生肖马的朋友们可以在祭拜时心怀虔诚，默念自己在财运上的期许，比如希望收入增加、财务状况改善，或避免不必要的开销等。通过这样的仪式，生肖马可以将自己的愿望传达给水官大帝，希望他能为自己提供财运上的支持，使未来的日子更加丰盈。在进行供奉时，可以在心中默念自己希望实现的财务目标，并以一种感恩的心态进行祈祷，这样不仅能够积累福气，还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和满足，为接下来的一年积累更多的好运。除了补财库之外，下元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消灾解厄。生肖马在2024年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无意中的冲突，影响到自身的运势，尤其在人际关系方面，可能因一些小事而招致误解或争执。下元节这一天，属马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消灾解厄的仪式来净化自己的气场，将流年中的不顺清除掉。建议生肖马的朋友们在下元节书写书文，将过去一年中的压力、不顺、烦恼写在红纸上，象征性的传达给水官大帝，祈求他将这些不利因素化解掉。书文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祈愿，更是心理上的一种释放，让生肖马能够将内心的不安和负担释放出去。书写书文时，可以在纸上清楚写明自己的愿望、住址和祈求事项，这样既能向水官大帝表达自己的祈求，也能够帮助自己理清内心的困扰和期望。书文写好后可以选择焚烧，焚烧的火焰象征着将一切不顺和厄运带走，为自己腾出新的运势空间。在焚烧书文的同时，可以心中默念，希望水官大帝将自己的不顺全部带走，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新的生活。通过这样的消灾解厄仪式，生肖马能够为自己减轻负担，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避免将今年的不顺延续到来年。在下元节这一天，属马的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净化仪式来提升自身的运势。水官大帝掌管水，而水具有清洁和净化的作用，因此下元节这天的净化仪式可以帮助属马的朋友们将一年来的负面情绪、沾染的厄运清除掉。属马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净手或净脸的方式进行这一仪式，象征着洗去一年来的所有不洁和负面影响。净手时，可以选择清晨或黄昏，
用清水洗手，心中默念自己希望清除的负面情绪和不安，想象着这些不好的能量随着水的流动而离开自己的身体。净手不仅是身体上的清洁，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放松和洗涤，让生肖马能够在新的生活中重新获得积极的心态。下元节的祈福还包括祭拜祖先的传统仪式。祭拜祖先不仅仅是表达对先人的敬意，更是希望通过祈福获得祖先的庇佑。在下元节这天，属马的朋友们可以准备一些水果、糕点、香烛等贡品，向祖先表达敬意，并祈求家运平安。在2024年，属马的朋友在人际关系上容易遇到一些挑战，而通过祭拜祖先，能够增加家运的稳固性，获得祖先的庇护，使家中和睦，关系亲密。祭祖的仪式可以选择在早晨或傍晚进行。通过这样的仪式，生肖马可以让家庭气场更加和谐，避免冲突和争执的出现，为来年家庭的安定打下基础。此外，下元节的祭拜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些禁忌事项。作为水官大帝的祭祀日，这一天象征着水的力量最为强盛，因此属马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需特别避免前往江河、湖泊等大型水域，因为在下元节当日，水官大帝的随行者中包括众多水中的生灵，这些水中精灵往往会停留在人间的江河湖海中活动，避免接近水域是为自己提供的一道保护措施。无论是游泳、划船，或是进水游玩，都建议在下元节这一天避免，以防止因接触水而受到不必要的影响。这一禁忌虽然是传统习俗，但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护，属马的朋友们要特别重视，以免影响到自身的运势和健康。在进行下元节的祈福和消灾解厄仪式时，属马的朋友们需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心。祈福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好运，更是对神灵、祖先的尊敬和感恩。通过祈福，属马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和期盼传达出去，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下元节的祈福不仅能帮助生肖马化解流年中的不顺，也能让他们在精神上获得力量和支持，为未来的生活增添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属马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虔诚的祈祷和感恩，获得水官大帝的庇护，从而在来年能够更加顺遂。生肖命理提醒，对于生肖马而言，2024年的下元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消除一年来的负面能量，还能为来年积累更多的福气和财运。通过在下元节这一天的祭拜和祈福，生肖马的朋友们可以释放内心的负担，获得一种全新的力量。同时，通过净化仪式、书文书写、祭祖和禁忌的遵守，属马的朋友们可以为来年积蓄正能量，使自己在新的生活中更加平和、充实。通过这些仪式，属马的朋友们将能够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顺遂的未来，为家庭和生活注入更多的美好与希望。